我是 Alan，音乐制作人，然后这是参与 Jinko Session 的擅长电影，主唱是林佳慧。其实它本身歌词是一个还蛮不是这么欢愉的一个歌词，以前那个年代他们其实蛮喜欢营造的，其实是相对轻松的。我们今天重新在诠释的时候，可能用像丁佳慧她一些不同的对歌词的理解，跟我们所有人重新再看歌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因为年代上每个人对文字的一个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华语音乐最跟其他语言最不同的，其实就是它的抑扬顿挫，其实就很像书法，一撇一捺一竖这些东西，其实它都会有它的一个韵脚，就是中文说话的感觉。可是其实你在其他语言的，譬如说英文、日文、西班牙这种，其实它比较不像华语，在同一个音里面，它可能会有同时有好几个韵，因为这个不同的韵跟说中文的抑扬顿挫的方式，其实音乐很难单用一个音去表达，因为你一个音是平的，可是中文其实一个字同时包含了2个音节、3个音节。所以，当我今天要很完整的可以表达出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我可能需要的不单单只是一个音，可是常常可能英文、日文、其他语言当中，我可以很容易的有节奏性的方式去表达。华语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语言。看到我姐姐在弹钢琴，就想说我也要弹钢琴。3岁还5岁的时候忘记了，开始学古典，发现我其实好像不怎么喜欢坐在钢琴前面这样，弹了5年的古典钢琴，我就 quit。直到我国中，我一个学长送了我一把木吉他，开始自学接触流行音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爵士音乐，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觉得，爵士音乐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这样开启了我很多对音乐的一些好奇。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算听得懂，只是就是开始对各种音乐跟乐器感到好奇。我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音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弹的主要还是吉他，然后开始玩摇滚音乐。高中开始玩乐团嘛，我因为有一个机会，我去美国交换学生，参加当地的管弦乐团、合唱团各类的音乐活动，然后有去比赛。在当时我就想，那直接在国外申请学校，所以后来就去了 Berkeley。国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未来想要当一个音乐制作人。即使我不知道音乐制作人是什么，对，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是我想做的事。其实蛮多的，国小篮球队，国中又玩童军，而且我还是台北市优秀童军。其实这很屌，是那种市长来颁奖的。吉他也是我的童军的学长送的。那个年代应该就是大家在说什么乐团潮，伍佰、And China Blue， 然后五月天、拖拉库、四分卫，乱打响，弹了吉他嘛，你就开始想要接触有关吉他的音乐是有哪一些，然后你也去买了一些关于台湾现在的乐团有哪些啊，地下乐团，所以开始听，开始玩我所认识当时的摇滚音乐，Nirvana、Ozzy Osbourne， 美国很 classic 的一些，不管就是电吉他可以练的东西，这样因缘际会，一把吉他。然后我开始接触各类所谓的流行音乐。高中我参加学校的吉他社，所以其实就又有更多的伙伴可以玩团。我觉得其实国外的环境跟台湾，哇，这不是白讲嘛？最大还是环境。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比较杂。美国不管西岸跟东岸，我遇到的人会喜欢的音乐类型会非常的 specific， 可能就会有一个人说，哇，我超喜欢 rock and roll， 只喜欢听某一个年代的 rock and roll， 或者是我超喜欢 jazz， 所以我其实从头到我没有听过 rock and roll， 我只在听 jazz， 不像说我们在台湾可能同学我有听流行音乐，但我也喜欢听什么，就是很多种这样。就是美国我接触到的人，其实我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很专精在喜欢 specific 的东西，而且他们会很 dive in。现在的风景，不知道就是五花八门。对我来讲啊，只是现在音乐太过于复杂，可能因为现在的音乐跟社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I don't know。
以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还是会觉得现在都 overproduction over package。我会形容音乐，其实它就是一个感觉。今天你有所有的画面，它来自于你自己对于这个感觉的反馈。可是这个画面不一定是音乐本身带给你的，而带给你画面的也许是文字，是场景，你的回忆、小说情节、你看过的电影情节，所以你会开始有画面。今天如果我只是一颗音符，我只是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对这声音有感觉，那你联想出来的画面，它是你自己跟这个声音的连接，也许是你自己的故事，觉得很开心，或者是这个音乐我听起来很难过，我听起来很觉得有点紧张，我不舒服，它可以是各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它也是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一个很直接、很直球的一个东西，它可以马上打到说我现在想要你感觉到什么，听的人他自己定义说他现在感觉到了什么。可是因为现在的音乐有太多的包装跟视觉上的包装，往往它会把声音的本质给打散。它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可能被分心了。这会有两比较不同的面向 ，You as an artist, you working with an artist， 这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自己是 artist 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定义你今天的音乐什么叫做 done。Work with the artist 的时候，就不管是艺人或者是音乐家，他们会有一个画面，他们会希望我的作品什么样子一个呈现，词跟曲可以怎么样子去结合。光是这一点，人跟人之间就不同。我们要去怎么样做一个连接，可以让它是 we're in the same picture。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再来就是有时候你需要一点准备，为什么这首歌我只需要一台钢琴 whole arrangement， 我需要 strings， 我需要 the whole band？ 为什么现在因为音乐越来越容易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嘛？为什么我用的是木吉他不是电吉他？为什么我用的是直立式不是平台？我觉得这都是各种在 production 上面我们会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去 match 这个所谓的 production is done？ 关键在于那个 message 的 delivery。歌词我有没有把它讲完？听的人听懂了吗？我觉得 OK，artist 认为 OK， 我们说不定 that's good enough。对，那如果我们还没有，那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it。它可能有时候可能是歌需要 rewrite，我选择的乐器不对。我觉得有时候音乐是一个很 delicate 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当然是希望说，making music for living as long as possible， 因为你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音乐它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满足、成就感、开心。Sharing，making music with friends，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做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我会觉得最想要达成的事情，其实就是可以持续。我发现你想要去进步 ，achieve something， 你想办法，它做得到，但是维持是最难的，最麻烦其实是 maintenance。对，就是你的器材，我其实可能可以用20年，但是你可能中间你需要 maintain。你今天放在软体、人或者是音乐上，我觉得也是。我遇到太多人职业倦怠了，那你要怎么 maintain 热忱，是需要练习的。然后跟你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每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方式去 deal with it，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即使你真的很爱音乐，可是因为它 as a work， 怎么跟他可以一起相处，跟他一起工作，跟他一起玩，你直到你老。我也有跟别人聊过这件事情，可能遇到了不觉得它是瓶颈，我可能真的一直活在瓶颈中。当你会觉得有瓶颈，代表说你意识到问题，发现是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是一件好玩的事，不会害怕面对问题，就是我对问题是非常有耐心的，可能是这几年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每次有不同的难题来，就是我不会很 panic， 我只会想说我可以怎么做 ，What'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我怎么去完成现在我需要做的事情？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些都是过程。我不知道我这个要不要讲，这样我其实我近年真的要说，真的说啊，我真的很觉得使不上力，就是我的耳朵。其实就是大家要记得睡觉，对，不然你可能就会像我一样只有一边的听力了。
所以其实像我现在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你很喜欢音乐，可是你没有办法用一般人享受音乐的方式去享受。当然感觉还是在，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音乐可能带给我的一个很立体的画面。这样，我觉得 Jinko 是一个很酷的 project，因为不管老歌与否嘛，对啊，我觉得他用一个最直接、最音乐性的方式表达一首歌。这个歌又是由演唱者或者是演奏者他们自己由心去想，说我怎么跟这个歌可以有所连结，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首歌。很大的层面还是唱的人是谁，每一个 artist 他都有自己对于文字的理解、音乐的理解。今天你要怎么让一首不是你自己写的歌听起来像是你的？他需要对这首歌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他用他的方式去表达，就可以说服人。目前其实我觉得很少看到这样的 project，那我觉得 Jinko 是非常难得的。这些歌其实都蛮久了，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其实这些歌相对是新的，没有所谓的一个新旧之分，很像是你听到了一个新的歌曲一样，我觉得也无妨。就我刚刚讲的，其实音乐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感觉，当时的歌词不一定可以投射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可是你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 project 有趣的地方，因为年代跟文字使用的差异非常单纯，音乐直球的一个传达这样子。